2021年在缺芯的主旋律下度过，虽然晶片短缺，但是半导体行业的营收、增长等各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光刻机巨头 ASML 在1月19日公布2021年财报，第四季度及2021全年业绩均创历年新高且优于预期。ASML 在2021年营收为 186.1 亿欧元，同比增长 35%， 毛利率 52.7%， 净利润为 58.83 亿欧元，其中2021年第四季营收为 49.86 亿欧元，净利润为 17.74 亿欧元，毛利率 54.2%。ASML 在2021年共销售287台光刻系统，贡献 136.53 亿欧元，其中42台为 EUV 光刻系统机，贡献约63亿欧元营收，销售额占比高达 46%。EUV 光刻系统81台，销售额占比 36%，EUV 光刻系统131台，销售额占比 10%。iLine 光刻系统33台，销售额占比 1%。从光刻系统的最终用途来看， 70% 用于逻辑电晶体制成， 30% 用于存储晶片的制造。最终出货地方面，中国台湾地区贡献的销售额占比高达 44%， 韩国占比 35%， 中国大陆占比 16%。ASML CEO 温彼得表示，从2018年获得第一份 TWINSCAN EX-5000 的订单开始， ASML 已经收到4份这款光刻机的订单。 EX-5000 主要面向3纳米工艺，第二代的 0.55 NA EUV 光刻机 TWINSCAN EX-5200 将会备用于2纳米工艺的生产。新增订单方面， ASML 在2021年的全年新增订单为 262.4 亿欧元，其中一半来自于 EUV 光刻机。2021年第四季度金额为 70.5 亿欧元。不仅如此， ASML 还宣布第二代高数值孔径 High NA 光刻机 TWINSCAN EX-5200 在2022年一季度获得首个订单，意味着可用于2纳米晶片制造的光刻机有望在2024年交付。温彼得表示，2021年 ASML 的 EUV 出货量增长不高的原因是由于第三季度物流中心和供应链影响造成的，但这部分已由 EUV 光刻机的安装和升级等基础收入补偿，特别是 ASML 称为生产力提升包的大量安装，为客户提供生产力升级。ASML 还公布2022年第一季度营收在33到35亿欧元之间，毛利率约 49%， 预计第一季度研发成本约 7.6 亿欧元， SGR 成本约为 2.1 亿欧元。对于2022全年的业绩预期， ASML 乐观地认为会保持同比约 20% 左右的营收增长，预计2022年的 EUV 光刻机的出货量将达55台，其中6台的收入将会延后到2023年确认。ASML 预计2023年 EUV 光刻机的出货量将增长到60台。在安装基础选项方面，温彼得表示，2021年的基础选项安装增长强劲，客户对于安装基础选项的需求新增很多，预计2022年仍将增长约 10%。台积电、三星、英特尔在大力投资相关科技，按照晶片制造商的规划，未来2年的先进工艺将来到3纳米，2024年后逐渐步入2纳米 Intel 20A， 以满足高性能计算等先进晶片需求。2纳米工艺的实现则需要依赖于 ASML 新一代的高数值孔径 High NA EUV 光刻机 EX-5000 系列。现时主流的5纳米等工艺使用的 EUV 光刻机
是 ASML 采用基于 0.33 数值孔径透镜的 EUV 光刻系统。0.33 数值孔径透镜的 EUV 光刻系统的分辨率为13纳米，反复运算的 EXE 5200具有 0.55 数值孔径的镜头，分辨率可达8纳米，并且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成本的更低。KeyBank 称，一台 0.55NA EUV 光刻系统的预计成本为 3.186 亿美元。正在出货的 EUV 光刻机则是 1.534 亿美元，价格几乎翻倍。根据 ASML 的路线图 ，TWINSCANEXE 5000会在2022年下半年出货，每小时可生产185片晶圆。TWINSCANEXE 5000则在2024年底出货，每小时可生产超220片晶圆。英特尔在2021年7月底的 Intel 加速创新、制程工艺和封装技术线上发布会上宣布，将在2024年量产 20A 工艺相当于台积电2纳米工艺，并率先获得业界第一台 High-NA EUV 光刻机。而 ASML 的 TWINSCANEXE 5200光刻机的首份订单来源于英特尔。对于英特尔来说，抢先获得 ASML TWINSCANEXE 5200光刻机，是英特尔在制程工艺上超越台积电、三星，重回领先地位的关键。台积电和三星此前也在争夺 High-NA EUV 光刻机。2021年10月初，三星率先宣布将在2022年上半年量产3纳米工艺，并计划在2025年抢先台积电量产2纳米。在英特尔获得首台 TWINSCANEXE 5200光刻机之后，消息称，三星也在紧急抢购一台 High-NA EUV 光刻机，并要求 ASML 直接拉到三星工厂内进行测试。台积电也在此前的法说会上表示，2025年台积电2纳米制程不论是密度或是效能，都将是最领先的科技。毛利率 45.2%， 净销售额 25.6 亿欧元。这是电晶体设备供应商 ASML 交出的第4季度业绩答卷。由于整个半导体行业向好发展，甚至有的客户要求能够尽早交付产品， ASML 的订单数量猛增，带动净利润好于预期。这也使得 ASML 的股价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同时， ASML 还表示，预计2018年第一季度销售额在22亿欧元左右，毛利率在 47% 至 48% 之间，整体依旧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那么 ASML 获得如此成绩的秘诀是什么呢？唯一成功开发 EUV 光刻机的公司，作为全球唯一一家成功开发 EUV 光刻机的公司， ASML 成立于1984年。其主要业务是光刻机，并在光刻机领域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据了解，在45纳米以下制成的高端光刻机市场中， ASML 占据 80% 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在 EUV 光刻机领域，目前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市占率为 100%， 处于独家供货的状态。最近几年ASML 的营收一直呈增长态势。从详细的财报来看， ASML 2016年的营收为67亿欧元，增长 8.1%， 净利润15亿欧元，增长 5.5%。到了2017年，增长速度更加明显。2017年前3季，公司营收65亿欧元，同比增长 32%。净利润15亿欧元，同比增长 56%， 而2017年全年净销售额为 90.5 亿欧元，净收入为21亿欧元。解读 ASML 成功的秘密，而要解读 ASML 成功的秘密，就不得不提到 EUV 光刻机。
从2012年开始，光刻机科技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著名的摩尔定 C 共 38.54 欧元，最终 ASML 不负众望 ，EUV 光刻机终于取得突破。据传 EUV 光刻机售价不菲，每台售价约11欧元，其价格差不多相当于一架 F-35战斗机的价格。从 ASML 的情况，我们能够发现 ASML 之所以能够在这一领域处在绝对领先的地位，主要是因为 ASML 通过对电晶体制造下一代制程具有核心重要性的 EUV 科技掌控，将现有竞争对手远远抛离，成为独家供应商，从而保证客户认购 ASML 股票定增，对其提供研发费用，进而提高用户粘性。全球前10大半导体厂商平分秋色。其实，除了 ASML 之外，全球前10大电晶体设备供应商能够立足都各有其优势。比如，排名第一的应用资料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电晶体设备和服务供应商。据了解，应用资料金额的主要产品为晶片制造相关类产品，例如原子层沉积、物理气象沉积、化学气象沉积、电镀、侵蚀、离子注入、快速热处理、化学机械抛光、测量学和锡片检测等。应用资料每年的研究经费达到约10亿美元。而在2017年，应用资料同样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财报显示，2017财年全年净销售额攀升 34% 至 145.4 亿美元。GAAP 毛利率达到创纪录的 44.9%， 营业利润为 38.7 亿美元，调整后的非 GAAP 毛利率为 46.1%， 同比上升 2.9 个百分点。再比如说东京电子，该公司是全球第3大电晶体设备生产商，提供给电晶体与平面显示器产业。排名第4的则是来自美国的 Lam Research。据了解， Lam Research 是等离子刻蚀和单晶圆清洗科技与市场份额的领先厂商，凭借全面的专业科技解决现实最尖端的电晶体工艺难题。而 KLA、Tanker 则是一家从事电晶体及相关纳米电子产业的设计、制造及行销制程控制和良率管理解决方案商，专精制程良率和提供制程控管量测解决方案。过去2年来，随着人工智慧、物联网、大数据等应用的火热发展，全球半导体产业迎来了新一轮热潮，而以上这些半导体厂商都在这波浪潮之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前5大，还是前10大电晶体设备厂商中，都没有见到中国厂商的影子。中国厂商去哪里了呢？中国厂商去哪里了？作为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10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对于电晶体设备国产化提出了明确要求，在2020年之前，90到32纳米工艺设备国产化率达到 50%， 实现90纳米光刻机国产化，封测关键设备国产化率达到 50%， 在2025年之前，20到14纳米工艺设备国产化率达到 30%， 实现静默式光刻机国产化，到2030年，实现18英寸工艺设备、EUV 光刻机、封测设备的国产化。但是，虽然近年来，国内的电晶体设备和资料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正逐步实现从低端向高端替代，特别是刻蚀机、PVD、先进封装光刻机等设备和靶材、电镀液等资料，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还获得国际一流客户的认可，远销海外市场。电晶体设备厂商整体的供应能力却依然严重不足。可以说，随着集成电路复杂度的提高，其测试的复杂度也水涨船高，电晶体测试设备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
而目前我国在电晶体检测及测试技术领域基础都还很薄弱，同时也存在诸多发展难点。行业专家莫大康曾从5个方面总结了电晶体设备国产化的难度：一是电晶体设备市场一日趋专业化和全球化，当下全球设备业竞争十分激烈，如光刻机领域 ASML 一家独大，且均面向全球市场。反观国内企业，基础较弱，有能力切入海外市场的很少。二是电晶体设备的独特地位。三是由于出货数量少，设备企业难以负担工艺试验线的费用。四是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曾致力于设备国产化，但成效不大。现时全球市场主要仍被美国和日本企业掌控，这也从侧面体现了难度。五是设备业需要产业大环境配合。ASML 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电晶体设备，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克服中国电晶体设备国产化的难点呢？ ASML 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完善国产设备的验证环境，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甚至于引入客户的投资，将客户的利益与自身捆绑在一起，都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因为正如莫大康所说，国内设备的真正差距在于产线上的验证不足，因此莫大康也反复强调，首先要建好工艺试验线，其次要实现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有计划的扶持并推动量产，才能够解决我国电晶体设备国产化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现阶段，我国发展半导体行业的时机与全球不同步，并采用国家资金为主来推动，遭到了西方部分从业者的质疑，而绝大多数外国政府对中国在半导体产业上的做法都十分警惕。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是休戚相关的一个整体。自我完善产业链，实现产业互补，互相推动发展。产业链各个环节相互配合的管道，才是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根本解决之道。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您的观看。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呢，谢谢。